空战中，你可以用机炮来扫射对方，也可以用导弹来拦截对方。再不济嘛，端着小手枪朝对方开上几枪呢，说不定也能有点效果的嘛。最不该做的事情呢，大概就是直接朝对方给撞过去了。即便是神风特工队呢，也是撞船不撞击的嘛。但是啊，在二战末期，美国人就偏偏设计了一架专为撞击战术而生的飞机 XP-79飞行的公羊。这是怎么回事呢？它是怎么工作的？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啊。战争啊，的确是技术进步的加速器。比方说，在二战开始之初呢，很多英国皇家空军部队使用的仍然是古老的双翼机。但是到了战争结束啊，只用了短短数年时间，喷气式战斗机就已经在空中呼啸着飞过，为欧洲的未来做出决定性的影响了。这样的情形呢，用瞬息万变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啊。所以空战装备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呢，就变成了什么花样似乎都是可以的。这是飞行公羊出现的一方面原因。而另一方面呢，是空战理念的变化。举一个例子啊，经常被认为是赢了不列颠空战关键的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即便飞行员够大胆，敢在一次射击中吐出全部的弹药，它能够给予的也仅仅只是挡风玻璃上一个简单的浮动标线和大约15秒钟的火力输出而已。所谓的空中格斗呢，其实更像是怼定了之后枪口抵着枪口的互相射击而已，跟今天使用超视距导弹的交战呢相去甚远啊。既然这样，干嘛不换个战术？反正都已经飞这么近了，咱还不如来得更疯狂一点。比如直接用机翼切开敌人的肚子，如何呢？这便是 XP-79了。它由约翰·诺斯洛普，也就是后来造出了 B2 的那家诺斯洛普公司的创建者亲自设计的，因此毫无疑问，它也是架飞翼机。不过呢，跟它的隐形继任者比起来 ，XP-79显然要小很多啊。机身中只够1名飞行员横着趴在里面操作，这显然太怪异了。但其实并不是一种对小机身的妥协啊，而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因为诺斯洛普和他的团队相信，在这种状态下，飞行员能够承受住更大的过载。毕竟这架飞机诞生出来只是为了机动嘛。你从它的名字就能够听出点味道来了。公羊通常都是暴躁的，暴躁起来通常都是要去把你顶飞的，所以飞行的公羊呢，交战的方式也一定很公羊啊。它不依赖重炮和弹药，而是用自己那对加厚的焊接镁合金硬壳机翼，直接朝敌人轰炸机群的肚子下方撞过去，来一个开膛破肚，至少也能够挂掉别人的机翼吧。真的是相当简单粗暴啊！所以机翼够硬是一方面，动力充足就是另一方面啦。你看它那对粗大的进气口呢，就是为2台西屋J30涡喷发动机提供充足空气的，同时还能帮飞行员挡掉点伤害值嘛。虽然那个玻璃卧舱呢也是特殊加固的，纸面数据看起来啊真的很厉害，据说最快能够飞到850公里的时速和最高12公里的高度，有点无敌的意思啊。不过实践才能出真知嘛。XP-79呢，其实只飞了一次，结果却不是那么的乐观。在试飞员哈利·克罗斯比爬进这个不同寻常的座舱，把飞机上升到大约3000米时，他开始要尝试第一次的倾斜飞行了。但就在那么一瞬间呢，飞机马上就进入到了不受控制的旋转当中，克罗斯比和 XP-79双双坠地，机毁人亡。项目进展至此啊，可谓踏进了至暗深渊。他还能够再走出来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由于这个时候呢，希特勒已经死亡，而1个月前原子弹轰炸日本也取得了成功，战争看起来已经到了头，因此人们对于一种能够穿透敌方轰炸机的喷气式截击机的需求呢，就并不急迫了，加之它还又怪又疯嘛，于是再也没有一架 XP-79会起飞了。2020年9月，科学家发现一个神秘的不明飞行物正在从宇宙深处快速地朝地球飞了过来。他们有点紧张了，因为这个玩意儿跟之前观察过的所有东西都很不一样。第一，它的运行轨道非常诡异，不同于大多数小行星拉长并倾斜于地球公转平面的轨道，它完全就是在地球公转平面里面运行的，而且轨道还特别的圆。第二，它的运行速度也很诡异。通常情况下，一颗小行星会以大约每小时65000公里的速度在太空中呼啸而过，但是它呢，速度却慢到了才刚刚3000公里出点头，难不成是人为踩下了刹车？最后啊，科学家仔仔细细地分析了一下它的运行轨迹，发现太阳风对它的影响明显是超出了对其他小行星的影响的，而且高出来的量级还不小啊。换句话说，就是连太阳辐射出来的微小光子打在它身上都能将它推走，那这个玩意儿不明显就是一个体积不小，但是质量却很小的东西了。
再次排除了密度较高的太空岩石这一选项。哎，怎么看怎么都更像是一个空心的东西。哎呀，这几个信息综合起来就让人有点细思极恐了。它不是小行星，它可能点了刹车，它还是空心的。哎，那不明显就是一个人造的物体吗？关键是什么人造了它，目的又是什么呢？科学家一边给它安上2020 SO 这个代号，一边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全面追踪了。事后证明啊，这个2020年最惊心动魄的太空侦探故事，实际上呢，更应该被称之为荒诞故事才对啊！这个令无数天文学家汗流浃背的神秘天体，转过头来，结果才发现它是咱们失散多年的孩子而已。怎么回事呢？自从人类有能力往太空中丢东西开始，无数的火箭残骸、卫星探测器就都被我们统统给丢了出去了。除了那些一开始就规划好想要让他们再次回来的，其余的呢，都真的是有去无回了。他们有的停留在地球轨道上，成为威胁后来者的太空垃圾，于是便得到了严密的监控。而有的呢，则伴随探测器一路往宇宙深处飞去，我们只知道，它就这样走了，但是没有任何人会浪费时间去监测它们。于是啊，他们就真的像个孤儿一样，独自一人漂泊在黑暗当中，得不到半点的照顾。1966年9月，把测量员2号登月器送出大气层的阿特拉斯半人马座火箭就是这样一个命运了。虽然前者最终失败，坠毁在了月面，但是最上级的半人马座火箭却并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在耗尽燃料之后呢，它继续沿着原来的轨道飞越了月球，踏上了一条与地球类似的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上。既然本次任务的重点测量员都已经栽跟头了，那还会有谁去关心这枚走散的半人马座火箭呢？该去哪儿就去哪儿吧。后来的半个世纪里呢，人们也彻底就把它遗忘了，直到2020 SO。一位新系的 NASA 专家似乎从一开始那几点不寻常中呢，察觉出了点啥，于是就一直将这个不明物体的运行轨迹往回追溯。结果这一追嘛，就追到了1966年。他发现，在那一年呢，这个东西跟地球离得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近啊。于是他又赶紧翻看了当年的档案记录，结果才看到原来9月份有那么一枚火箭的发射，它事后被抛弃的火箭上级一切特征呢，都几乎跟2020 SO 完美吻合。至此啊，谜底可以算是解开了。这个本让人充满遐想的2020 SO 呢，却是那枚被人们遗忘的半人马座火箭，是不是有点讽刺啊？他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做过的事情你们最好给我记住，好吧？那故事就到此为止了吗？还没有嘛？科学家是一群最较真的人，只是靠轨道分析得出结论，还不至于让他们彻底信服，除非要亲眼见到啊！是的，就是要通过望远镜来确认，此2020 SO 呢，就是比半人马座火箭。可是它太远太小了，怎么看呢？一开始啊，科学家使用了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型双筒望远镜，它拥有一对装在同一底座上面的8.4米口径镜子，算是非常巨大了。但是呢，却依然只能为这个小得出奇的天体排出最基础的4色光谱成像而已。科学家能做的不过是拿它跟常见的2种小行星光谱做了一个对比，确定它的确不是什么长相怪异的太空岩石。但显然这还远远不够嘛。于是啊，科学家就继续往深里面挖。很快，他们想到，既然咱们都假设这是1966年发射上天的那枚半人马座火箭了，那我们只要对比照片中的光谱，看看是否包含了当年涂在火箭表面的那种白色油漆的光谱，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在联系了当年的厂家取得了油漆光谱的样本之后，他们沮丧地发现并不吻合啊。虽然是受了点打击，但还不至于到放弃的时候。而且正好是这个时候呢，他们得到了一位太空历史学家的帮助，后者告诉他们啊，你们可以去追踪一下一种叫做301的不锈钢。这种不锈钢啊，正是当年半人马座火箭舰身所用的材料了。当火箭发射，上面的保温泡沫被震落之后，下面的不锈钢材料，不就暴露出来了吗？这是个绝对的好消息啊！调查团队一方面取得了这种不锈钢的光谱，另一方面呢，也开始借用 NASA 更加强大的位于夏威夷的红外线天文台来对2020 SO 进行观察。可结果嘛，两者的光谱还是没有完全对上。奇怪吗？没啥奇怪的啊，因为覆盖在火箭顶部设备舱里面的还有咱们常见的这种金黄色的聚酯薄膜了嘛。如果在光谱里面再叠加进这种塑料的特征，会不会就能完美匹配了呢？这模拟是一方面，但与此同时，调查团队其实更想做的还是直接来真的，而且他们的确是有很多真的可以用啊。
这么多年来，往天上射过的半人马座火箭也不少了，而且很多呢就停在地球轨道上，只要拿它的光谱跟2020 SO 对上了，哎，不就实锤了吗？唯一的困难是，这些半人马座呢离得太近，飞得太快了，望远镜太难将它们锁定了。你只要想象一下，用你的眼睛锁定一颗从高铁车窗前一晃而过的树干，就知道有多难了吧？可还是没有难倒调查团队啊！他们最终选择了一枚1971年发射的半人马座，并设法收集到了全部他们想要的数据，而且就是在2020 SO 距离地球最近的那一天，把两者放到一起，啪！完美吻合。2020 SO 就是回家探亲的1966半人马座，缺失了半个多世纪的想念呢，终于在这一刻可以倾泻而出了。故事到此结束了。但真的就结束了吗？也许下一个在2047年回到地球的 Elon Musk 的红色跑车也有他自己的故事。也许那些曾经离开我们独自去冒险的探测器，总有一天呢会在宇宙运行的规律下再次回到老家，带来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我们那时又会在哪儿呢？好了，我是火箭叔，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记得关注我，咱们下期再见。把电站建到太空里可以吗？生活在21世纪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看到很多的科幻变为现实，比方说太空电站。今年5月，阿特拉斯5号火箭就发射了一艘神秘的航天飞机进入太空，它是隶属于美国太空军的 X-37轨道飞行器。围绕着这个飞行器的谜团其实有很多，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可以单独做一期。但今天主要讲的还是它本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对太空电站展开测试。虽然太空电站这个概念已经在科幻小说里面存在了快1个世纪了，但真刀真枪的进入到太空当中测试呢，这还是人类的第一次。我是人生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太空电站，它要怎么建，发出来的电我们又该怎么用，它真的是解决未来能源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好，下面我们就开始了。简单来说太空电站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本覆盖在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移到太空当中去，让它们在那儿收集太阳能，然后再把收集到的能量以微波或者是激光的形式传回到地球，最终呢，从地面上的接收装置里面把电能给输送出来。听起来并不复杂，对吧？所以这个概念自然出现的也是非常的早，早在1941年就由艾萨克·阿西莫夫写进了自己的一个短篇科幻小说里面。顺便说一句啊，此阿西莫夫就是那个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3定律的阿西莫夫了。然后到了1968年，美国航空工程师彼得·格拉瑟更是把这个概念上升为专利。卫星太阳能发电系统真的早就不是一个天马行空的科幻，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工程技术了。为什么我们要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天上去呢？有2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地面上的太阳能电池板只能在白天工作，还得要在白天且天气晴朗的时候才能有效工作。第2个原因是，即便是在大晴天，我们的大气层也会将1/3的太阳能阻挡在地球之外。虽然太阳非常殷勤的每秒钟为我们送来17.3亿瓦的能量，但实际被我们利用的却少之又少。但如果把太阳能电池板换到太空当中去，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估计显示啊，同样一块太阳能电池板，要是把它放上太空，它的效率将会达到地面上的40倍，是不是很诱人啊？的确啊，你看技术可行，收益明显，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早点把它付诸实践呢？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专利了呀，要是早点用上，我们现在还用担心海平面上升吗？好吧，我要话锋一转了，尽管潜力巨大，但是太空电站想要实现起来也是困难重重，也有2个主要的原因，成本和效率。首先，制造和发射用于收集太阳能的巨型卫星的成本非常的高，粗略估计啊，为一座城市供电的太阳能电站的造价将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其次，我们目前还无法彻底解决能量回传的问题。还记得刚才我说过的2种回传方式吗？微波和激光，它们各有各的优势和麻烦。使用特定频率的微波回传能量时，好处是它不会被大气吸收，于是就可以把太空电站放在距离地球表面35800公里处的地球同步轨道上，在这儿它几乎可以一直被阳光照射，而且始终停留在地球同一地点的上空，只需要在对应的下方地面上建1个接收站就可以了。
但坏处就是这个接收站的面积将会十分巨大，因为微波随着传输距离的增加会发散，到了地面上呢，它散开的直径可能已经高达数公里了。建这样一个与之匹配的接收站，将会面临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挑战。那用激光呢？好处自然是它不会发散，传输同样的能量，地面上的接收装置可能只需要直径有个10几米就够了。但坏处是它会被大气吸收，为了少损失一点，你就不能把它建得太高，只能选择距离地球几百公里的低地球轨道了。好了，先不说在这儿它有多少时间真的是完全笼罩在日光当中，最大的麻烦是为了维持轨道高度不掉下来，它的运行速度将会非常的快，快过了地球自转的速度，意味着它是不会停留在同一地点上空的。于是相应的地面的接收站就不能只有一个，而是沿着太空电站运行的轨道有很多个了。现在你不光要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了，还要考虑国际政治因素了，越来越复杂了。那么说到最后，太空电站看起来还真的只能停留在科幻小说里面咯？不见得哦，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的成本和效率难题似乎都有了解决的方向。先来看成本发射成本不用我说了， SpaceX 已经用他们的可回收火箭将它降低了很多，而且肯定还有空间。制造成本，现在的太空电站的设计方案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直接把太阳能电池板在太空中铺开，而是利用更轻更便宜的反光材料，先将光线聚拢起来，然后再反射到体积更小的太阳能电池上，成本自然下降了不少。再来看效率，为什么我们非要把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送回到地面上用呢？在空中用它就不香吗？比方说我们现在的碳排放大户航空业，想要从烧油换成用电，最大的卡点在哪儿呢？电池。因为能量密度远小于化石燃料，所以一旦背着电池上天，飞机想要把自己送往远方都有点困难，更不要说加上乘客和货物了。那不用电池，直接接电线成不成？用太空电站的激光直接给它送电，可以吗？这好像还是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哦。尽管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从技术角度来看却并非脱离现实。早在2003年 NASA 的工程师就用10千瓦的激光来为一架装着太阳能电池板的模型飞机供过电了。2008年工程师们更是实验了用激光将20瓦的能量准确地送到150公里外的接收器上。当太空电站生产出来的电能够被直接用在这些每天穿梭于地球上空的数万架飞机上时，我们所担心的能源和环境问题不是也已经解决了一部分了吗？当然，你还能想到哪些应用？不妨留言来讨论一下。另外，如果非要发送到表面上用，月球的表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为人类的月球基地供电也很香。为什么呢？首先，从地球背电池上去肯定是不现实的，那点紧巴巴的发射载荷怎么能浪费在低效又笨重的电池上面呢？其次，在月球表面建太阳能电站也不太现实，因为月球被地球潮汐锁定，自转下来差不多要1个月，意味着电站有2个星期是处在黑夜中无法工作的，这怎么行？最后，月球没有大气层，所以激光是不会被吸收的，太空电站的效率将会得到极大的发挥。所以现在包括美国宇航局、日本宇航局以及我们国家的航天机构都在对太空电站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它上天的日子恐怕是不会远了。我们就一起期待科幻再一次变成现实的时刻吧。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说到凹造型，谁能凹得过航空发动机上面的叶片呢？你看它完美的 S 型身材，正好扭得恰到好处。前几天往返新疆，又坐了好几趟飞机，每一次登机前呢，我都会对发动机多看上几眼，确实是很着迷尤其是对那些弯刀状的叶片，实在是太好看了。所以有一个问题就蹦了出来为什么航发的叶片都要扭成这样的 S 型呢？而且越新的发动机似乎叶片也扭得越厉害，它们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科学原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先说结论扭成 S 型的航发叶片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好处：一是可以提高发动机整体的空气动力学性能；二是可以减少叶片的振动，降低温度和噪音；三是可以提高发动机的工作效率。那么这些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下面我们就展开来看。当叶片以某个恒定的转速旋转起来时，由于离轴心距离的不同
所以叶片上每个位置的周向速度都是不同的，也就是它们在旋转平面上画弧线的速度。拿离轴心最远的叶尖和离轴心最近的叶根做对比，虽然转完一圈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但是划过的弧线长度明显不同嘛。叶尖画了个大圆，叶根则画了个小圆。根据速度等于距离除以时间，就可以得出叶尖的周向速度是远大于叶根的周向速度的。这就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如果整个叶片从叶根到叶尖保持着同样一个角度，也就是同一个仰角的话，会让叶尖推出的空气远大于叶根所推出来的空气。换句话说就是叶尖所受到的空气压力是远大于叶根了。这种不平衡呢，会带来很多直接的后果，比如明显的震动、巨大的噪音和快速的升温等等。更严重的话，还会造成叶片断裂。所以工程师就让叶片扭曲起来，从叶根的大仰角逐渐变成叶尖的小仰角，这样就能够让叶根即使速度慢一点，还是可以跟叶尖推出差不多的空气了，整体就实现了一种平衡的状态。你仔细观察一下，几乎所有的风扇叶片呢都是这样的设计。但为什么航发的叶片除了这样扭以外，还要再进一步扭成一个 S 型呢？其实是为了实现超音速。不是飞机的超音速而是叶片尖端的超音速。现代喷气式科技的发动机呢，为了获得大推力，其风扇叶片的转速是比较高的。跟我们刚才讲到的一样，即使叶根不超音速，叶尖肯定已经是超音速了。而超音速后会产生激波，激波则会带来更大的振动和阻力。怎么办呢？那就学机翼的样子嘛。你看看现代飞机，尤其是战斗机的机翼都是后掠的，就是为了把产生激波的速度极限往上升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如果是个直翼，就像很多二战飞机那样的话，气流划过机翼表面的速度就跟飞机前进的速度正好相等了。这样一旦飞机的速度达到音速之后呢，激波便会立刻在机翼上产生，很不划算吧？那如果我把机翼后掠或者前掠一下呢？飞机还是以同样的速度前进，但是来到机翼表面的气流却由于角度的产生被分到了两个方向上，垂直于机翼前缘的弦向气流和平行于机翼前沿的展向气流。既然是分解出来的，那这两者显然都会小于实际的气流速度，也就是飞机的飞行速度了。所以就可以让哪怕飞机已经超音速了，但机翼上的弦向气流还是不会超音速，于是激波的产生就被滞后了，飞机也就能够飞出更快的速度了。航发风扇上的 S 型呢，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其往前掠的造型明显就是为了提高超音速的宽容度的，而在尾巴处又要再勾一下的目的呢，则是为了减少被离心力甩出去的空气，使它们能够尽可能的集中到发动机的中心，提供最大的效率。最后一点则跟航空发动机的类型有关了。准确点说喷气式客机用的发动机呢，叫做涡轮风扇发动机，其贡献出最大推力的部分，并不是经过核心燃烧后所喷出来的空气，而是围绕着核心从旁边经过的那些被风扇吹出去的空气了。所以你看这个大风扇呢，实际上要起两个作用，一个是在中间为发动机的核心提供空气，另一个是在周围为旁路提供空气。两者的用途完全不同，因此对气流的要求也是完全不同的。进入到核心的空气，为了让后续的压气机、燃烧室和涡轮机能够高效工作，必须要创造出直接气流，而进入旁路的空气则没有这个必要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航发风扇几乎在中间快要扭平了的另外一个原因了，为的就是在这儿让气流更直接的通过。好了，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航发风扇为什么要扭成 S 型呢？一是为了让叶尖和叶根推出的空气大致相等，二是形成一个超音速的翼型，减少激波带来的影响，三是能够让更多的直接气流流入到发动机的核心里面。你记住了吗？这个呢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所有美的东西呢，它必定也是美的有价值的。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来看这张照片，是一副履带对吧？坦克履带、装甲车履带、工程车履带，都不是，它是飞机履带。B-36和平缔造者轰炸机起落架上的履带。为什么它要用履带来做起落架呢？这张照片呢说明了一切右边的是 B-36，左边呢看起来只有它一只翅膀那么长的是大名鼎鼎的 B-29空中堡垒，在长崎和广岛投下了原子弹的那架飞机。平时它单独看起来是这样的，够大了吧？但是在 B-36旁边一站呢，俨然就成了一个小矮人，
可见 B36有多大了。大就意味着重，重就意味着对跑道十分的不友好。那怎么才能缓和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呢？履带就是一个不错的点子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架装着履带的奇葩飞机。1946年的8月8日，B36成功首飞。它是一架由康威尔为美国空军研发的超远程战略轰炸机。怎么个超远程法呢？它可以最多装上33吨的炸弹，连续飞上9700公里，从纽约起飞，可以把炸弹投到莫斯科头顶，然后再转头飞回驻扎在德国的欧洲空军基地，是第一款能够执行洲际轰炸任务的轰炸机了。除此以外它还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比如它是历史上投入批量生产的最为大型的活塞式引擎飞机，其翼展达到了70米，为军机之最然后呢，它总共配置了10台发动机，除了6台活塞式，竟然还有4台涡喷式，相当奇葩的组合，对吧？其实一开始呢 ，B36上只有那6台活塞式发动机的，但由于真的是太大太重了哪怕这6台发动机已经可以提供高达18000匹的马力了，还是只能带着 B36慢悠悠的飞。更关键的是由于起飞速度太慢，它必须要滑上很远的距离才能够离开地面，这怎么行呢？所以才在后来迫于无奈加上了4台涡喷发动机的。它们的确一下子就提高了 B36的起飞效率，同时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呢增加一点点它的巡航速度。还有最后一项B36也是第一架无需改装就可以挂在当时美军核武库中所有原子弹的轰炸机了。以上种种了不起的本领呢，就让 B36被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格外的器重，把它当成了填补螺旋桨与喷气式轰炸机之间的空白最拿得出手的威慑力量了。不过既然要拿得出手嘛，就代表着在哪儿都能够出手但一开始的 B36 能够出手的地方屈指可数它对机场跑道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在 B36 的原型机上，起落架上的轮子是这样的，只有一个体积巨大的轮子。体积大呢，是为了减小对于地面的压强，因为 B36 光是空重就已经有接近76吨了，最大起飞重量更是来到了186吨，这么大的重量只集中在3点，所以很明显轮子还是不够大呀。第一个改造方案是把单个大轮的起落架呢变成4个小轮的起落架，于是每个轮胎的直径就能缩小到1.42米了，并且由于多了很多个触地点，让飞机对于地面的压强也相应的减少了，大大降低了对于跑道混凝土厚度的要求，使 B36 能够在更多的机场起降了。你以为这就让战略空军司令部满意了吗？哪儿呀，甲方的要求总是没完没了的。既然现在都可以在不那么厚的混凝土上起飞了，那咱能不能再进一步，在更简陋的场地上也能起降呢？比方说草坪上。固特异的工程师站出来表示只要钱给够，你想降哪儿我都能给你搞出来于是就有了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履带式起落架了。1950年安装了特殊设计的带有微型导向槽皮带的履带式起落架后，测试机 YB36A 呢对地面的压强就只有393千帕了，是之前4轮起落架的1/3。可能这个数字对大家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直观的结果就是这架最大的轰炸机呢真的就可以稳稳的在草坪上起跑和降落了，了不起了不起！但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期待着它的量产与服役了呢？很可惜这事儿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因为经过验证它除了能够让飞机降在草坪上，别的就一无是处了。高速滑跑时会惊声尖叫，收起来时会挤压舱内的空间，重量达到了轮式的3倍，而最不能接受的还是跟起飞效率有关。我好不容易加了4台发动机才缩短了起飞距离，但是你履带又用大得多的摩擦力把距离给我涨回来了，这不是在给自己打脸吗？我即使是再有钱有闲呢，也不带这么玩的呀。于是美军就这么凭一己之力向世人证明了，履带式的起落架你们就别玩了，我已经试过了，没戏。是不是有点草率呢？虽然你可能以为 B36 上是唯一一次的尝试，但其实只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尝试而已。在很多其他的飞机上，甚至是在 C130 大力神上都曾经尝试或者考虑过履带式起落架的。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推车你是很有可能见过的，但是推坦克，准确点说是推自行火炮，想必很难见到了吧？作为曾经亲自推过公交车的人呢，我表示很佩服。现在的车辆发动机都已经很好了，尤其是大多数的公交车其实已经换成电动了的，所以很难再有机会去体验这种众志成城的群众运动了。
别说群众运动啊，就算是摇曲柄这种个人运动，咱们现在也是很难体验到了。汽车上都是一键启动、自动启停，连钥匙都可以不用了，哪里还能给你机会锻炼呢？正当我陷入了绝望的时候呢，我收到了这样一条粉丝留言：都21世纪了，启动坦克为啥还要用手摇？是真的吗？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样科学的启动一辆坦克。事实上，用手摇这事儿呢，还的确是真的。当然，前提是启动电机的电瓶没有电的时候。之所以要用手摇呢，跟活塞式发动机的工作原理有关。拿常用的4冲程发动机来举例，它们分别是吸、压、爆、排。先是活塞向下吸入可燃混合气体，然后是活塞向上压缩气体，接着是火花塞点火引爆气体之后推动活塞向下运动，或者如果是柴油的话，就是直接压燃的。最后在惯性作用下，活塞向上运动推出废气，从而形成这样不断往复的工作循环。但注意啊，第一个吸压的过程，发动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完成的，因为此时还没有爆嘛，那就需要别人来帮它爆一爆了。摇曲柄实际上就是在帮发动机完成这个过程啦。以前老式的车辆由于技术成本维护的原因，没有装启动电机，或者是装了启动电机，但是电瓶不给力，就需要手摇曲柄来启动发动机。如今嘛，发动机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最多只需要把钥匙一插一拧，靠电机就把发动机给启动了。汽车是这样，坦克当然也是这样的啦。所以坦克电瓶的保障工作是一点也马虎不得啊。不过话说，启动坦克也是需要拧钥匙吗？这个就不一定了。有的坦克确实是需要拧钥匙的，比如豹2，钥匙孔看起来跟我们经常骑的电驴没有太大区别，总共有3个位置，分别是锁定、供电和开启。拧到开启之后呢，只需要按下启动键，坦克就可以在电脑程序的控制下自己完成一系列的检查工作并启动了，非常容易，甚至有点傻瓜，有没有啊？而有的坦克则完全不需要插钥匙，只需要坐进驾驶舱按下按钮，坦克就启动了。比方说这辆。也有很多苏式的坦克呢，尽管不用钥匙，但操作起来反而好像更复杂一些。我们拿一辆 T55举例，当你坐进驾驶舱之后，首先要完成一些基本的检查工作，比如看看变速杆是不是处于空档，油门刹车踏板是否工作正常，燃料供应系统里面是不是有空气等等。接着就是正式的启动步骤了。第一步打开高压气瓶的开关，因为 T55的发动机呢有2种启动方式，电启动和压缩空气启动。第二步按下电源开关。第三步向发动机里面泵入机油，并等待油泵指示灯熄灭。第4步同时按下电启动与空气启动的按钮，启动发动机。第5步控制油门，使发动机的转速稳定在600转的水平，慢慢的等待它进入状态，然后呢就终于可以上路了。还是豹2的自动挡更舒服一些啊。不过更酷的是那些装了涡轮发动机的坦克了，在啪啪啪的搬动了一系列的按钮后，就可以跟塔台申请起飞了。只是我在想啊，要是没有钥匙，那不谁都可以爬上去把坦克开走吗？开什么玩笑啊！陆地巡洋舰是那么容易让你开走的吗？必须装把小锁，把舱门锁上。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爬上8844米的珠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至少也有4000多个人先后到过那儿了。而一个高度没有比珠峰高上太多的地方，迄今为止却只有区区4个人到访过。这是哪儿呢？不好意思啊，故意跟你开一个玩笑，让我们把这个比珠峰还要高的东西倒扣过来。现在你知道了吧？它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这个地方呢，在此之前只接待过一个瑞士人、一个加拿大人和2个美国人。好了，现在他要准备迎接着来自中国的客人了。我们国家最新研制的10000米载人潜水器即将出发挑战者深渊。我是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关这个离地心最近的地方的故事。故事开始于1872年，一艘叫做挑战者号的英国研究船，它正在执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海底测绘任务。说是海底测绘，你可能以为他们会用上一些看起来十分精密的仪器，但实际上啊，他们用的就是一根系着铅锤的长绳子，把它往海里面一丢，等感觉铅锤沉到水底了，再把它拽出来，看看放了多长的绳子下去，就知道这里有多深了。你应该能够想象这是一个多么枯燥的工作吧？但人家就硬是花了4年的时间画出了第一张的海底地图。
图。伴随着这张地图一同诞生的，还有一个令科学家们既惊喜又困惑的谜题，那就是在西太平洋上方那个天锤似乎一直都放不到底的地方了。对了，这里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马里亚纳海沟了。只不过在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洞吗？大洞还是小洞呢？有什么功能吗？这样的疑问啊，一直埋藏了70多年，直到1951年才有安装了最新声纳设备的挑战者2号研究船揭开了。声纳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使用声波的反射来探测海底下的动静，一开始是专门用来抓敌方潜艇的，后来才被水文学家发现这是一个测绘水底的好东西啊，这下子终于可以把绳子和锤子给扔了，迈入到自动化时代。于是惊人的发现就接踵而至了。根据详细的声纳图显示啊，这个太平洋海底深处的洞根本就不是一个洞，而是一个深度超过了8公里、长度超过了2500公里的大沟。它一路从关岛的东南方延伸到马里亚纳群岛的西北方，让原本以为海底就是一个没有起伏的大平原的人们跌碎了全部眼镜。但好戏还没完，希望他们还有眼镜可以跌，因为人们进一步的在这个海沟的南端发现了更大的惊喜。在这里，海底再次直落3公里，深度来到11公里，成为这个星球上已知的最低点。它就是挑战者深渊。就像总有人想要挑战空气极度稀薄的珠峰一样，人们同样也十分乐意挑战地表另一边的极限，只不过难度是呈几何级增长的。要想来到这里啊，你必须要面对1000个大气压从四面八方的挤压。1000个大气压，直观感受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把50架波音747放在你的头上。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所以难怪如今也只有4个人敢去挑战一下。他们乘坐的是3艘深潜器，分别是1960年的迪里亚斯特号，搭载着美国人唐沃尔什和瑞士人雅克皮卡德，潜到了10916米的地方，待了20分钟，然后惊喜的发现这里居然还生活着看起来像是比目鱼的生物。这再次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在没有亲眼见到前啊，愚钝的人类是不会相信，在一个把我们生产出来最坚硬的钢铁都能压弯的地方，居然还能住着肉身的生物。接下来的第2艘呢，是2012年的深海挑战者号，搭载着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潜到了10908米的地方，待了3个小时。尽管始终没有出现什么能够启发他拍出下一部电影的巨型海底怪物，但这一趟也不算白跑，毕竟沿路还是发现了68个全新的生物啊，比如这个用警惕的双眼盯着入侵者的望远镜章鱼，还有这个像是从2次元里面逃出来的小飞象章鱼，太可爱了。第3艘啊，是2019年的限制因子号，搭载着美国探险家维克多·维斯科沃，潜到了10928米的地方，待了4个小时，暂时成为这个星球上在最深的地方停留时间最久的人。猜猜他发现了什么？啊，各种各样有趣的鱼，没错，但还有一个令人极度恐慌不安的东西，那就是塑料袋。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征服这里时，我们制造的垃圾却先于我们在这里站住了脚跟，多么讽刺！好了，最后一起期待中国的10000米载人潜水器来到这里，把挑战者深渊的传奇故事继续写下去。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你爱上科学。飞机为什么要把油装在机翼里面？要回答这个问题，你可以首先问一下自己，愿不愿意跟他换个座位，自己坐到机翼上面去。很简单啊，你总得为他找一个地方嘛，机翼上不行，那就机身里面呗。可是你又不愿意，跟大家开个玩笑啊，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下面呢，咱就进入正题，保证有些是你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首先，刚才那个技术玩笑也是事实，对于飞机，尤其是靠装尽量多人进去的客机和装尽量多货物进去的运输机而言，机身空间多么宝贵啊！把它用来装油完全没有道理啊。所以第一个原因就出来了，省空间嘛。然后呢，即使我机身里面有空间，把它拿出来装油也不划算啊，因为相比起本身就做成了防水的机翼，要在机身里面装油，你还得要再加上防漏的罐子才行，而机翼直接把油灌进去就可以了。大多数情况下呢，它都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任何的储存装置了，也就没有额外的开销了，等于是省了钱嘛。这是第2个原因。第3个原因简直太重要了，那就是平衡。为了让你知道飞机的平衡多么重要，我们先来看看2个不平衡的后果有多么严重啊！你看，当乘客拎着行李一起往后挤的时候呢，直接就把这架客机给压翘头了。还好啊，这是在地面上，如果在空中，那就是场灾难了。2013年，一架载有207吨货物的波音747刚刚升空不久呢，就被5辆装在肚子里面的军车给害惨了。因为他们没有被固定好，失去平衡的747马上就变得无法控制，在挣扎了一会儿后呢，便直直的坠到了地上，机上6名成员全部失去了生命。
所以下次你可千万别在飞机上换座位啊！看到有想换座位的人呢，就把这段视频给他看，保证他立马就坐下来了。所以机翼的优势呢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它正好就落在了飞机的重心附近嘛。不管是满油还是烧掉一部分，它都不怎么会影响到飞机的整体重心位置。反过来啊，如果把油装在机身的肚子里面，前面烧的多一点或者后面烧的多一点，立马就让重心在机身上前后移动了。想重蹈前面那架747的悲剧吗？没谁想嘛。倒是啊，可以偶尔利用一下的。空客 A380在它机尾部分呢多了一个油箱，叫做配平油箱，它可以将机翼主油箱里面的油抽出或者泵回，从而调整重心位置，改变飞机的俯仰角，实现省油的目的。具体是怎么做的，在这儿咱就不讲了。要是大家感兴趣呢，我可以再单独出一期啊。好了，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啊？就是油装在整个机翼里面，不也是要左摇右晃的吗？所以呢，这里就引入了隔板。它将机翼里面的储油空间分割成了很多的舱室，每一个舱室之间呢也并不是完全封闭的，留了一个小孔，于是既可以让油流过去，但又不至于流得太快，就避免了晃动的问题啊。其实啊，油罐车也是这么处理的。好，下面是第4个原因了，冗余。2008年啊，一架加拿大航空的 A330在空中经历了多次的燃油泵故障，这到底是有多背啊？最严重的时候呢，所有的燃油泵都不工作了，但是燃油却仍然在源源不断的流向发动机。为什么呢？因为机翼在发动机的上方啊，储存在里面的燃料是可以靠自己的重力流下去的。也正因如此啊，哪怕有些飞机在机身里面的确是存了一部分的油，也是要优先用掉的，把机翼里面的油呢留到最后。这相当于是上了一道保险嘛。接下来是第5个优点了。装满油的翅膀会更加的厚实，就较不容易发生气动弹性颤振的现象了。这是一种由气流的扰动所造成的材料共振，后果相当严重啊！连结实如跨海大桥都扛不住，被摇垮了，飞机就更不要谈了。第6点啊，跟第5点有点类似，把油装在机翼里面，可以靠重量帮着它往下压一点。这在平地面上的时候呢，看不出什么优势，但是一旦飞起来，它就可以用来平衡完全作用在机翼上的向上的升力了，有助于帮它减压，延年益寿嘛。终于啊，来到最后一点了。尽管咱们已经想尽了办法防止火灾的发生，但是谈到油，你很难说它不火呀。这样是发生火灾，是烧翅膀还是烧机身的损失更大？相当明显吧。现代科技的机翼用的都是散热良好的铝材，可以在机身变成大蒸笼之前呢，为逃生的人们争取足够的时间。所以以上7点，节约空间、节约开销、方便平衡、提供冗余、减少颤振、降低压力和防火保命，你都记住了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我们正在满宇宙的苦心寻找外星人，但万一我们其实就是外星人呢？化石证据已经表明，地球上最原始的生命形式细菌和蓝藻在大约3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那个时候的地球才刚刚从小行星和彗星的频繁撞击中缓过劲儿来，海洋也还正在逐渐形成。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进化已经开始起作用，把一锅没有生命的原始化学汤转换成了第一批真正活着的细胞吗？也许吧。科学家对此有2种假说： RNA 起源说和代谢起源说。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地球上面的生命可能并不是从地球上起源的，也许所有的一切都起源于银河系当中某一个遥远的世界。不知何故啊，这些生命开始了一场星际大迁徙，在挨过了漫长空虚的太空旅行之后呢，最终来到了早期的地球，从此便在这儿生根发芽，把这颗蓝色的星球当成了自己唯一的家园。这样的起源假说叫做生命外来说。不管从什么方面来讲呢，它都比前面2个假说更有魅力。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正是生命外来说。这个假说真的合理吗？它能否成立呢？要看有没有生命能够挺过以下3个致命的阶段：从原本的世界当中脱离，旅行到一个新的世界，进入到这个新世界的生物圈，也就是一段旅程的开始、过程和结束。科学家相信，行星撞击或许正是这段旅程的开启者。当一颗行星受到较大天体的撞击时，它表面的岩石就很有可能被撞飞到太空当中。在地球上，我们已经找到了数百块被证实是来自于火星和月球上面的陨石。同样，地球上也有很多的岩石呢，曾经被撞到了天上，比如导致恐龙灭绝的那次撞击，就让很多的岩石也随之消失到了太空当中。那有没有可能让住在这些岩石上面的微生物们一觉醒来，还能睁开眼睛看到脚底下这颗蓝色的
的弹珠呢？要知道啊，他们乘坐的这艘岩石飞船必须要达到每秒至少11.2公里的速度呢，才能够逃离地球的引力进入宇宙空间。这个叫做逃逸速度，它所带来的是成千上万倍的重力加速度以及与大气层之间的剧烈摩擦。关键这样的过程呢，不只会经历一次啊，在撞到另一个全新的世界上面的时候，大概率还得要再来一次这样的折磨。真的有微生物能够在这样高温、高压、超极端的环境下活下来吗？还真有哦，科学家想出了一些最残忍的招数来测试这些可怜的微生物们，包括用每秒速度高达6500米的炮弹朝它们射击，把它们装在超高速的离心机里面绕圈圈，将它们摁在钢板下使劲压，这些都还不过瘾，那就模拟一下真实的情况，将住着微生物的岩石从太空中直接扔下来。结果呢，尽管阵亡率相当可观，但还是有一些微生物顽强地活了下来，这就让生命外来说的2个阶段启程和结束都能够成立。现在只剩下旅行的过程需要解决了，这才是最艰难的部分啊！为什么呢？因为宇宙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高能射线，它们对生命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连在某种程度上最能够抵御辐射的内生孢子都表示自己可能活不过这趟旅行，别的生物更是纷纷摇头。就在大家都认为快要凉了的时候呢，一个身影站了起来，表示我来试试。它叫做内生岩，人如其名啊，这类微生物呢就是居住在岩石之内的。由于外面包裹着极其坚实的岩层，所以不管是紫外线还是 X 射线或者是伽马射线都伤不了它。更厉害的是，这些内生岩生物拥有超低的新陈代谢率，繁殖间隔更是惊人的长，有的甚至是几百万年才会把自己复制一次，像是活在另一个时间维度里面一样。有一些我们从海底挖出来的内生岩生物似乎已经几亿岁了，你说星际穿越这事儿不交给他还能交给谁呢？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许多的生命形式完全是可以活着离开和进入2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而有的生命更是可以毫无畏惧地进行一趟长达数百万年的星际旅行。那么生命外来说的确是可能成立的咯，当然可以这样认为啊，更不要说它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升级版本，叫做直接生命外来说。这里的直接意味着有意而为之，谁有意而为之呢？当然是外星人啦，他们故意将生命的种子散播到整个银河系当中，然后看看哪片土壤更加的肥沃。的确啊，好像对于一个更加先进的文明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我们姑且把外星人先放一边吧，即使是接受起我们都是一些外来的生命，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刺激了。你觉得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美国计划在2024年重返月球，我们也正在为载人登月准备更大的火箭了。这让我想到一个有点脑洞的问题啊，如果登上月球的航天员由于突发情况回不来了，会怎么办？理论上，这在现在呢，应该不是个大问题啊。毕竟电影里面都去火星救过马特·达蒙了，真要去近得多的月球把人给接回来，想必是可以实现的。只是换到50多年以前，当阿波罗11号第一次将人类送上月球后，如果出了意外，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还有多大概率能够活着回来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 What if 吧。事实上啊，他们还真的就差一点被困在了月球上呢，因为当时负责为登月舱上升段点火的开关居然断了。要是点不了火，上升段就无法离开月面，2名航天员不就得留在这儿了吗？好在啊，关键时刻，奥尔德林摸到了自己口袋里面的一支沾尖笔。当他战战兢兢地将这支笔对准点火开关原来所在的小孔插进去时，奇迹发生了，它居然可以工作。这不仅让登月3人组松了一口气，更是让地面上的尼克松总统呢松了一大口气啊！因为此时他的手上可能正拿着另一份早就已经准备好的电视讲话发言稿了。开头是这样的：命运注定，到月球探索和平的人们要留在月球上安息了。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这2位勇士深知他们已经无法回归，但是他们也明白，他们的牺牲将给人类带来希望。好在这份稿子可以暂时放下了，不过这纯属运气，对吗？按照规定这2位航天员在重新进入登月舱之后呢，是要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扔掉才对的。奥尔德林都已经把昂贵的哈苏相机给扔了，可就是这么鬼使神差的留下了这支看似并不重要的沾尖笔。所以，万一他真的很听话，连这支笔也给扔掉了呢？ NASA 会怎么做？他们能干的其实也就只有一件事，就是给总统赶紧打电话过去，让他再重新拿起那一份发言稿嘛。是的他们从来都只有一个计划，那就是登月，而不是救援。
因为像火星救援那样用下一个任务的飞船去把上一个任务留在外星表面的人员给接回来，在阿波罗计划时期是绝对不可能的。理由大概如下：第一是尺寸限制。为了完成月面的降落和起飞呢，登月舱被设计得非常狭窄，想要在里面容纳下4个人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当第一位航天员从月球表面返回时，他不得不先进来，然后关闭舱门，退到飞行驾驶位之后，才能腾出空间，重新打开舱门，让第2名航天员给进来。我们看到的登月舱的内部照片呢，无一例外全是用广角镜头拍出来的，因为那是唯一的方式，就差用上鱼眼了。在拍摄电影《阿波罗13》时，为了方便，登月舱里面的空间呢，实际上是已经被放大了的，即便看上去已经十分拥挤了，可以想象真实的情况会多么的糟。第二个理由是重量。登月舱从来就没有考虑过要承载4个人的重量的，估计这一上去啊，可能飞都飞不起来了。第三，成本。这里既指实际发生的金钱成本，也指潜在的机会成本。土星5号每次发射要烧掉纳税人1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那还是数倍于现在的1960年代的美金哦。然后就像那句话说的，我们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时候去了月球，都已经赌上一次失败了，还非要再冒一次同样的险吗？而且即使冒险成功了，他们大概率面对的也只是2具已经僵硬的尸体而已。是的啊，在缺乏补给的狭小登月舱里面，2名航天员是撑不了多久的，既没法去种土豆，也没有足够的能源去长时间的维持循环系统工作，不是饿死就是闷死冻死了，是等不了马特达蒙那么久的。花10亿美金冒巨大风险带回2具尸体，其他什么也干不了，这成本你看看还留在珠峰上的绿靴子就明白是没人会干的。所以说来说去，2位阿波罗航天员活着回来的概率就为0咯。非常接近啊，除非 NASA 真舍得花钱啊。在阿波罗计划的早期呢，关于如何登月其实是有3种方案的。第一种是直上直下，就是火箭发射后直接飞到月球，然后垂直降落，任务完成之后再直接起飞回到地球，中间没有复杂的对接环节，是最有吸引力的方案了。但是它需要一枚超大型的火箭，开发周期和开发费用呢都是 NASA 难以承受的，所以很快就被放弃了。第二种方案是地球轨道交会。先将推进单元发射到地球轨道上，后者再将载人单元发射上去，两者对接合体之后呢，再出发前往月球。SpaceX 的星舰大概参考的就是这种路数吧。它一开始在 NASA 的内部呢得到了大力支持，尤其是那些看到了它有成为未来空间站潜力的人，更是不遗余力的为它站台啊。然而最终呢 NASA 却选择了一匹黑马，一开始得票最少的月球轨道交会了，也就是阿波罗计划真正执行时的模式。轨道器和登月舱到了月球轨道再分离和组合。我们的嫦娥5号呢也是这么做的啊，只不过它没有载人罢了。当然前面2种方案也没有白研究，比如第一种方案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就已经衍生出一种新的想法了。在这个想法里面呢，只派1名航天员去到月球，然后故意将他留在那儿，通过发射货运火箭来给他提供持续的补给。那什么时候再把它接回来呢？等 NASA 把有能力去接它的大火箭研发出来之时呢，就可以了。求这位航天员的心理阴影面积啊！这样做当然是有好处的，可以更快的登上月球，抢下太空竞赛的第1呗。但估计 NASA 呢是有认真的去求心理阴影面积的啊，结果发现实在是太大了，就没有这么干了。但这个计划之所以存在，就说明至少往月球上发射单独的补给火箭完全可行啊。既然月球勘测者1号都已经在1966年实施过软着陆了，那么把食物和氧气用最快的速度送到航天员的身边，问题不大嘛？只是 NASA 的肠子可能都要悔青的，因为他们在一开始明明还有一个便宜得多的选择，这就是紧急月球逃生系统 LESS 了。它长这个样子，折叠在登月舱的侧面，在标的时候呢，可以拉下来坐上去，点起火飞起来，手动的找轨道器对接去。驾驶它一定相当兴奋吧？好了，开个玩笑，所有第一次的冒险呢，都充满了不确定性，一去不复返，并不是闹着玩的。向那些无惧无畏的航天英雄们致敬！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